他们如何做到？规则二中介绍乔达菲当前的工作。乔达菲刚刚退休，退休前他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品牌推广和设计工作室。乔达菲及合伙人共有15名员工。热爱工作的原因，他可以自己挑选想要开展的国际项目，并且在工作上极受到尊重，并收获颇丰。在没有工作安排时，他会在达菲雪道度过大部分时间。那片40万平方米的休养地位于威斯康星州托塔加提克河两岸，产权为他所有。对本书规则的运用之道及其职场经历，与很多同龄人一样，在刚进入广告行业时，达菲对在大公司工作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感到恼火。他原先曾打算从事艺术工作，并且一直想辞掉现在的工作，重拾旧梦。然而，达菲运用了职场资本理论，他意识到成就大事的特质稀缺而宝贵，因此他们需要同样稀缺而宝贵的技能作为交换。他在自己的行业内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技能，设计微标来进行品牌传播。于是他埋下头，学习并掌握这项技能。接着，他被一家更大的公司挖走，这家公司给了他更高的薪水以及更多的自由。随着他的职场资本越来越多，他们甚至允许他在该公司构架下经营一个独立的广告公司，这就赋予了达菲更多的自主力。最终，他离开了公司，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经营自己的工作室，并且运用专业技能换来的资金购买了达菲雪道。鉴于没有退休时他就能够掌控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我们可以说他很好的掌控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规则二中介绍亚历克斯·伯杰当前的工作。伯杰现在是一名成功的电视编剧。热爱工作的原因，假如你优秀到可以开始寻找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么电视编剧是个很好的选择。你可以得到很高的薪水，负责非常有创意的项目，并且拥有数百万的观众。另外，每年还有数月的休假。对本书规则运用之道职场经历，伯杰是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刚来到好莱坞时，他认为自己可以闯进娱乐圈，并为此开展仔细运作了很多娱乐项目。结果，没人在乎他的宏伟理想。很快，伯杰便将注意力缩小到一个更加具体的范围内：电视编剧。他意识到，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职场资本只有一种，那就是写出剧本的能力。他运用在大学辩论时磨练出的学习技巧，开始系统地改善自己的编剧创作能力。有时甚至一下午能够进行4、5个创作项目。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寻求不留情面的反馈。他的策略发挥了作用，他的剧本写作能力进步飞快，终于给他迎来了首部制作播出的剧集。而这部剧又给他迎来了第一份专职编剧的工作。而凭借这份工作，他又和迈克尔·埃斯纳共同创作了一部电视剧。他的经历是职场资本理论在实际中运用的经典案例。为了得到这一份与自己热爱的工作，伯杰首先需要让自己优秀到没有人可以忽视。规则二中介绍的迈克尔·杰克逊当前的工作。杰克逊是维斯特里集团一名总监。该集团是一家清洁技术风险投资公司，位于硅谷著名的沙丘路。热爱工作的原因，清洁能源风险投资是一个热门领域，它可以造福世界。同时，杰克逊也承认，在这个领域你能够挣到很多钱。对本书规则的运用之道及职场经历，杰克逊一开始并不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不过他懂得一些职场资本理论的基本知识。你提供的技能越稀缺越宝贵，那么得到的机会也就越好。带着这种想法，杰克逊确定了早期的职业发展策略，目标是出色地完成一个又一个有价值的工作。他还相信这样做会生成大量的职场资本，
而这些资本会让他找到值得去做的事情。一开始，他选择了一个很大的硕士论文题目，并最终成了一名国际碳市场方面的专家。接着，他利用这些专业技能开办了一家清洁能源公司，出售碳补偿协议给美国公司。由于他既有清洁能源市场的专业知识，又有创业经历，因此非常符合韦斯特集团的需求。于是他在这家清洁能源风险投资公司一直工作到现在。在整个过程中，杰克逊一直关注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而不是搞清楚自己真正的天职。结果，他得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规则3中介绍，瑞恩·福瓦朗当前的工作，瑞恩与他的妻子萨拉一起经营着火红农场。这是一家前景良好的有机农场，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格兰比。热爱工作的原因，瑞恩从小便一直进行园艺种植方面的锻炼。现在他拥有了可以按照自己想法耕种的土地，这令他非常满意。对本书规则的运用之道及其职场经历，很多人都有一个美好的田园生活梦。在他们的想象中，天气是晴朗的，人待在户外，而且远离现代办公室的纷扰。然而，只要你在火红农场与瑞恩待上一段时间，这样的光环便会很快消散。你会发现，农场的经营是份艰辛的苦活儿。天气不是像度假时那样用来享受，而是一股随时会影响作物生长的破坏力。在这里谈不上什么远离现代纷扰。农场经营者也是商人，商人总要收发邮件、做表格、使用记账软件等。瑞恩热爱自己的工作，不是因为他可以待在户外或者不用收发邮件，而是因为不管在工作内容还是工作方式上，他都拥有自主力。依据规则3描述的论述，这一特质对打造自己热爱的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瑞恩的经历来说，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他不是突然有一天就坚信种地能赋予他良好的自主力，然后就买了一些土地。相反，他认识到自主力与任何价值的职业特质一样，都需要职场资本才能得到。带着这样的想法，他积累了超过10年的农业技能，然后才开办了自己的农场。最初，他在父母的花园里种植，然后在路边销售产品。之后，他通过开展更大规模的种植项目，慢慢提升自己的能力。后来，他离开家，去了康奈尔大学学习园艺。同时，他从一个当地农场主那儿租种土地，直到获得学位后，他才申请贷款买了自己的第一块地。考虑到他的技能，他的新农场能够发展起来，也没有什么可意外的。他的例子完美地说明了自主力的价值以及耐心在获取资本上的重要性。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你才能在事业上获得此项特质。规则3中介绍的露露杨，当前的工作，露露是一名程序员，自由职业者。热爱工作的原因，露露喜欢有挑战性的软件开发项目，但她还喜欢对自己的生活拥有自主力，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方式。作为一名自由开发者，她拥有需求紧俏的技能，从而能够维持这份自主力，并且还可以劳逸结合地进行很多休闲活动，比如去亚洲旅行1个月，接受飞行员训练，或者在工作日下午陪侄子玩耍。对本书规则的运用之道及职场经历，和瑞恩一样，露露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自主力的价值，同时也很好地说明了如何利用职场资本来获取自主力。露露没有突然就决定要做一名自由开发者，而是首先积累了很多年的行业技能和名声。现在他拥有足够的职场资本来按照自己设定的方式工作。然而，只要你研究一下他的经历，就会知道他这种转变更多的自主不是一下子做到的。相反，随着在工作上的越来越优秀，他有条不紊地获得了更多自由。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软件测试员，这是最底层的开发工作。后来，露露
研究出如何让电脑自动的进行测试程序，从而获得了一些资本。这些资本让他有资格要求每周工作30小时，这样便可以在业余时间学习哲学课程。他利用自己不断积累的资本，相继就职于多家创业公司。在这些公司里，他在工作上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自主力。再后来，他的工作的公司被另一家大型公司收购，新的限制随之而来。正是到了这个时候，露露开始转向自由职业。此时他拥有充足的职场资本，支持自己谋求自主力。规则3中介绍的德里克·西弗斯当前的工作。西弗斯是一名创业家、作家以及思想家。热爱工作的原因，西弗斯在事业上获得了很多成功，这让他现在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生活，开展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项目，并且在想工作时才工作。他对自己生活拥有完全的自主力，并且充分利用了这份自主权。对本书规则的运用之道及其职场经历。西弗斯的例子再一次说明自主力是一份伟大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过在他身上与我们的讨论最相关的是他所运用的一条法则。这条法则帮助他决定是不是应该寻求更多的自主。我将这条法则称为财务可行性法则。它的内容是，只有在人们愿意为之买单的情况下，你才应当开展整个项目。假如人们不愿意，说明你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换取自己想要的自主力。正是这条法则的指导下，西弗斯才得以取得当前的成功。他第一次运用这条法则是为了决定是不是应该辞去自己在华纳兄弟的工作，转而从事全职的音乐工作。他根据法则判断出，直到在音乐赚钱抵得上自己的正职收入，他才应该辞职。他推断说，如果兼职演奏的收入无法达到和现在工作收入差不多的水平，那他就不可能通过全职音乐工作获得成功。接下来他又运用了这条法则，创办了 CD 宝贝，最后以2000多万的价格将其出售。然而他并没有抛下一切去追随自己的创业雄心，而是从小处着手。在公司赚了一点点钱之后，他用这笔钱来扩大规模，让公司赚得更多一点。直到公司开始大量赚钱，他才决定去全职经营。勇气文化催促我们在事业上要大刀阔斧地谋求更多自主力，而西弗斯的例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检验。它说明追求自由是好的，但容易失败，而财务可行性法则则可以指导人们顺利通过这些陷阱。规则4中介绍帕蒂斯·萨贝蒂当前的工作。萨贝蒂是哈佛大学进化生物学教授。热爱工作的原因，萨贝蒂的学术生涯是围绕一项使命而建立的，即利用计算遗传学来对抗世界上的古老疾病。他认为这项使命既令他兴奋又非常有意义。对本书规则的运用之道及其职场经历。萨贝蒂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那就是围绕一项有吸引力的使命来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样做很有价值。很多教授都被工作压得不堪重负，结果陷入愤世嫉俗的困境之中。然而，通过专注于某些他认为最重要而激动人心的事物，萨贝蒂避开这个厄运。同样重要的是他如何确定自己的使命。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想出一项使命很容易，不过是灵机一现的事情，还认为鼓起勇气去追求才是困难的。规则4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他的观点是，真正的使命要求你先积累大量的专业技能，然后才能被确定下来。但是使命一旦确定了，实现起来往往非常容易。萨贝蒂的经历正好体现了这一点。花了很多年时间来获取技能，然后才确定一项使命，而这项使命成就了他现在的事业。
大学毕业后，他继续攻读遗传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另外，由于不确定到底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他还去读了医学院。直到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并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之后，他才最终拥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同时确定了这项激动人心的使命。总而言之，萨贝蒂最重要的一项投入是耐心。他并没有打算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硬安上一个方向，而是不断积累自己的职场资本，并且持续关注一些有趣的方向，因为他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有所发现。规则4中介绍的科克·弗伦奇当前的工作。弗伦奇是宾州州立大学考古学教授，与别人一样主持探索频道的一档节目。这档节目让他可以周游全国，帮助人们了解家中纪念物和传家宝的历史意义。热爱工作的原因。作为一名教师，弗伦奇一直对传播现代考古学产生兴趣。他曾在一部有关玛雅文化的纪录片中接受过采访，从那以后他便对媒体产生了兴趣，想以此为载体来普及考古学。于是上电视成了将这些兴趣变为现实的绝佳途径。对本书的规则运用之道及职场经历，弗伦奇以普及考古学知识为使命来开展自己的事业。在这项使命的帮助下，他把一份枯燥甚至让人不堪重负的学术事业变成了冒险和成就感的开始。与萨贝蒂的情况一样，这项使命首先要求也是职场资本。对弗伦奇来说，这种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他的博士学位。不过，他的经历还突出体现了规则4中所提到的成功实现使命的2种策略之一——价值。弗伦奇并非突然间就想到要主持电视节目，相反，他通过一系列小赌才找到了自己使命的大致构想，即普及考古学。很多这样的项目都失败了，比如他曾经打算集资拍摄一部纪录片，但是失败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帮助弗伦奇把注意力从不会有成果的方向转移开。最后正是其中一项小赌直接把他推上了自己的电视节目。当时有个匹兹堡人声称在郊外自家土地挖到了圣殿骑士团的宝物，于是弗伦奇决定去探访这个家庭，并拍下了这个过程。不久之后，一位制片人给弗伦奇所在的院系负责人发邮件，想为一部考古主题电视节目寻找灵感。弗伦奇看到了这封邮件，并把他探访圣殿骑士宝物团的录像寄给了那位制片人。制片人很喜欢这份录像，很快便推出了一个节目创意，并且指明要弗伦奇来主持，积累专业技能，从而确定一份高质量的职业使命。这是充分利用使命的第一步。接下来，正如弗伦奇的经历说明的，用一系列小赌摸索出实现使命的最佳方法，这便是走好了第2步。规则4中介绍贾尔斯·鲍凯特当前的工作。鲍凯特是一名著名的 Ruby 程序设计师，他凭借自己的名气，他追随一时兴趣换过很多工作。他曾经在美国顶尖 Ruby 工作室工作过，也曾经完全靠写博客收入生活，还帮助过一位好莱坞明星开办了一家基于网络的娱乐公司。最近他开始一本书的创作。热爱工作的原因。贾尔斯·鲍凯特是个异常活跃的人，因此一旦原来有趣的工作让他感到无聊，他便跳到另一份有意思的工作上去。这种换工作的频率完全符合他注意力常常快速转移的特质。只要和他相处一段时间，你便会意识到，假如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而被迫长期朝九晚五地从事一份传统工作，他将过得有多么凄凉。对本书规则运用之道及其职场经历。
鲍凯特的例子再一次说明使命可以作为伟大事业的基础。在这个案例中，他的使命是将艺术世界和 Ruby 编程世界结合起来。最后，他发布了始祖鸟程序，从而实现了这一使命。这款软件为他在圈内树立名声，而且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份名声让他得以保持一个动态的职业发展轨迹。与夏贝蒂以及佛伦契一样，鲍凯特也需要先有职场资本，然后才能确定自己的使命。他认真研究演奏音乐，还花了多年时间来培养自己的编程技能，这样才有足够的专业技能，从而看到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不过，他的经历还描述了规则4所提到的成功实现使命的第二策略，我称之为引人注目法则。它的内容是一个好的使命驱动性项目应该在2方面引人注目。首先，它必须迫使人们注意并评论它；其次，它必须在一个利于这种评论发生的场合启动。这2条规则让鲍凯特萌生了创造始祖鸟的念头。他意识到一段能生成复杂音乐的代码非常引人注目，同时他还想到开源社区具有传播有趣项目的良好基础，是发布该软件的理想场合。在这2点的共同作用下，他的项目以及他的职业使命才